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记得帮我们按赞，并且写下热推2个字，或者是按下热推键，并且告诉我们你在哪一个城市来做收看的，我们跟你做更多的互动。今天节目特别来关心到的是伊朗，现在说呢，他要出动可怕的武器。今天我们会来解读一下他所说的可怕的武器是哪一款呢？难道是反舰飞弹吗？现在让美军吓破胆了。川普在这个时候着急了，也怒呛说不当好好先生了。接下来他会出动什么样子的动作呢？伊朗现在说靠3盟友可以突破在荷姆兹的封锁。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今天有3个火线话题，一样呢，我们会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读的。首先，刚刚提到的伊朗说的，在荷姆兹海峡，他这边会出动可怕的武器。现在点名有可能出现的武器，有没有可能是这一款呢 ？CN-302超音速反舰飞弹，还是纳奇尔15，还是水下自杀无人机卡利亚？这些会对美军的航母构成威胁吗？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为什么呢？在此刻敏感时机，福特号航母却传出撤离中东了。另外，美国民众非常不满的事情就是250亿美元都用在战争上，这样子的一个金额等于是 NASA 1年的支出啊。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航母要撤出中东呢？难道川普要退出这场战争，并且单方面宣布胜利了吗？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后，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现在说伊朗的背后有3股势力在支持着他，不管是来自于中国，或者是来自俄罗斯的影子舰队，或者是巴基斯坦在陆路上，在贸易上的协助。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美军的长期封锁战还能够撑得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刚刚特别提到伊朗说呢，他手中要握有的就是各个可怕的武器，要来对付美军哦。那这些武器，我们现在来做拆解，可能是哪一款？先来看这个有可能的 CN-302超音速反舰飞弹，它是中国鹰击12飞弹的出口型呢，并且对这些船舰具有非常大的杀伤力。根据了解，它主打的就是超音速突防，专门打军舰、航母战斗群高穿透、高饱和的攻击力量。先前说伊朗有向中国购买，但是已经被中国大陆给否认了。第二件事情，有没有可能这一次他出动的就是隐形的水下无人机呢？因为现在根据了解，伊朗至少有包括了它的纳奇尔1跟5，还有攻击无人机这一款叫做卡利亚，3款都是自杀式的水下无人机，对船舰有极大的威胁。最后我们来看到的就是除了武器的升级，真正卡住美伊和谈的，当然就是我们熟知的核问题。川普到现在持续的要求伊朗必须永久放弃浓缩铀，并且交出这一些浓缩铀的库存，甚至连普丁他表示他愿意代为替这个伊朗来保管核的浓缩铀，但是仍然遭到川普给拒绝了。当然，伊朗方面仍然是坚持他要继续的不放弃核武。伊朗手中可怕的武器可能是什么？李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说是，如果说 CM-302这款超音速这个飞弹可能是伊朗拿来吓唬美国的哈。我认为中国在目前所扮演的角色，它是一个斡旋的大国，在这个时候，它不宜将这种具有高度杀伤性的武器提供给伊朗，因为如果说伊朗有了这种武器，它可以更轻易的封锁荷姆兹海峡，任何经过荷姆兹海峡不论是军舰或者是商船，因为这个超音速导弹对这个海面的攻击，它的射程有到2到300公里这么远。那如果而且是超音速的，美军自己很难拦阻。如果说伊朗真的有了这款武器，打击到了或者甚至于击沉了美国的这种军舰，一艘军舰来讲的话，可能之后的问题就不是说伊朗跟美国战争的问题，而是美国跟中国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是不会提供这款武器给伊朗，但是伊朗极可能可以自己研发的这种水底的这种无人机水底的无人机它等于类似一种水下的鱼雷这种性质，而且它又是具有 AI 自己智慧性判断的水下鱼雷。那它的攻击的距离，其实我认为它也不亚于一颗水雷。那它的鱼雷，它的这种作战的性能来讲，
甚至于要比这个一般的鱼雷要好。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它的水下无人机的可能性是比较高。那这个主要是因为它是他自己伊朗自己研发的，那不受这个国际的这种约束，所以它有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更高哈。那我认为福特号极可能现在就撤入中东地区，为什么？因为现在布希号已经到了嘛。那我认为对伊朗来讲，不需要用到3航母，尤其是说美国的态度，川普极可能想找个机会就这个结束这场战争。那在这种状况下，他如果说将3艘航母都部署在这边，除了浪费兵力之外，也是很烧钞票的事情。对。那最主要的，我认为福特号，因为前一阵子这个我们都知道它洗衣房失火的事情，还有马桶堵塞的事情，我们也分析过了哈，主要是官兵的士气很低落，长期的在海面部署。如果按照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超过900天了，那这么长时间的部署，其实对官兵身心都非常的疲累。更正，超过9个月的部署，其实身心都非常疲累。所以我认为，如果说布希号到的话，极可能让福特号就返回重新做整补，因为如果按照这个航母战斗群，它一定是1/3的时间担任部署，1/3的时间做大修，还有1/3的时间来做整备跟这个人员的训练。所以我认为福特号这个应该是要回去的。那美国，我认为在这场战争里面，就军事上来讲的话，它现在陷于两难。同一件事情，可能各位都没有注意到，我反而注意到了。那时候美军扬言，除了3航母之外，还有2个两栖战斗队哈，包括迪里波里号跟全斯号要赶赴到这个地方来，还有我们经常在讲的美军第82空降师，对，会不会到这个地方来？那为什么现在我认为说，对这个要发动地面作战的可能性大幅的下降？因为倒不是美军不想打，而是他被牵制了。各位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说他被牵制？他被牵制在哪里呢？大家去看看现在全斯号的位置，他现在还停留在关岛。你看看布希号都绕过整个非洲，已经赶到了这个阿曼湾。那为什么全斯号过一个太平洋而已，却没办法，连太平洋都没有办法过，更不要说南海，更不要说穿过马六甲海峡。那为什么现在停留在关岛？我认为跟这个美日菲三国现在在这个吕宋岛这边实施肩并肩演习。那中国为了回对这次演习派了我们知道所谓辽宁号的航母战斗群，总共带了14艘的舰艇在这边。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以107遵义舰为首的这个战斗队现在也在吕宋岛的东边对吕宋岛形成包夹之势。于是最让美国跟日本担心的是，这个辽宁的舰队里面带着有071、072、075等2栖作战的舰队。那如果说这个解放军利用这个空隙的时间，不管是在东亚任何一个地方，真的是实施2栖突击登陆，那美国在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一个兵力的空虚。它原来在这边的是迪里波里号的2栖攻击舰队嘛，那第31特遣队那已经都到中东地区去了。它现在在亚洲地区可以说是毫无部队可用。如果说一旦真的在这边有任何状况发生，它会没有可以应变的兵力。所以我认为全斯号这个时候是停留在关岛，是应付。如果说中国大陆的辽宁舰队在这边有其他的动作来讲的话，它最起码还要可以应付。那你想想看，全斯号都已经被拘束在这边，被牵制在这边，那对中东地区可以说美军更没有可用的兵力。好，这个美军的部分，我们看到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的牵制所以呢，在这个航舰上面、航母上面的布局已经被有所牵制了。所以呢，刚刚如同这个将军带我们看到的，因为布希号来了，所以接下来福特号就准备离开，这是主要的重点原因吗？等一下也请赖老师来持续带我们看。那其实呢，现在川普又最新做了发文，而且这次又在半夜这个3、4点他不睡觉，在网络上面社群自己发了这张照片，他手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戴着墨镜，手上拿着长枪，并且背景是他要伊朗
这个把伊朗给轰炸的样子，而且他说呢，我再也不会再做好好先生了，No more Mr. Nice Guy。好，这个现实的状况就是我们来看到，但是五角大厦最新向国会说明的，说战争的花费实在是太高了，多少呢？250亿美元等于8000亿台币，是 NASA 1年的整个预算，而且这个数字根据了解可能还被严重的低估。但是美军的动作也很奇怪，我们根据这个媒体收到最新消息说，美方已经要求将极音速飞弹部署在中东，这是美军首次部署此类的武器。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等一下也请赖老师帮我们解读一下。那川普的民调现在创下新低哦，34%的新低。那现在根据了解，川普已经命令情报单位针对单方面宣布战胜伊朗可能呢来做一个评估，是不是就干脆自己这样做宣布好了？那赖老师这两个问题怎么看？是这样子哈，因为福特号放在红海是毫无作用啊，没有任何军事价值，也没有任何军事作用，它是摆姿态而已，摆看看而已。原因很简单，航母战斗群的作战半径不会超过1000公里，啊，一般来讲啊，大概在650公里啊，绝对不会超过1000公里。而阿拉伯半岛的宽度就1000到1500公里，所以你从红海到阿拉伯海要进入到伊朗，你福特舰基本上来说是毫无作用，它打不到也飞不到啊，这个我们讲的就是伊朗，所以你要不就透过空中加油机。可是如果你要从福特舰来做舰载机的起飞，因为航母就是一个空中的移动的空军基地嘛，你要从福特舰做舰载机起飞，倒不如从约旦，倒不如从沙特，倒不如从这个阿联酋等这些空军基地来起飞，对伊朗进行攻击还比较有效。所以福特舰摆在红海是毫无作用，是它只是摆拍啊。为什么要摆拍？维持所谓的2个航母战斗群，因为美国传统以来对于所谓的区域间的战争，它通常都是2个航母战斗群。例如说，他当初在打阿富汗的时候就是2个航母战斗群。他在打伊拉克的时候，因为伊拉克要发动全面的地面部队的作战，所以他调了5个航母战斗群。可是5个航母战斗群中有2个是放在地中海，作用不大。那为什么会放在地中海？他本来想借到沙特，想借到土耳其，他想说土耳其是北约国家嘛，但是因为他打伊拉克的时候没有经过这个北约的同意，也没有经过联合国的授权，所以土耳其不让他借到，所以那2艘航母根本没作用，因为距离当时的伊拉克太远，没有作用，所以它唯一有作用的就是3个航母战斗群，那也就是在阿拉伯海，那时候是可以穿越曼德海峡，也可以穿越这个阿拉伯海就赫尔木兹海峡进入这个阿拉伯海，对于伊拉克进行攻击。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福特舰摆在那地方是摆拍。为什么离开？因为小布希号布希号到了，布希号已经到了，形成了2个航母战斗群了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到福特舰就走了嘛。所以福特舰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作用的。更何况福特舰再维持下去的话，它的军心士气会出问题啊。军官的维持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所以赶快让他离开，这是合理的。另外，您提到的有关于为什么把超高音速导弹都拉过去了，这是美国惯用的手法，它的目的就为了谈判，保持高压的军事姿态，保持高压的经济制裁姿态，目的还是要谈判，而不是为了要打。好，在这个谈判都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们看到美国持续做的事情，就是他认为说他要用长期封锁来困住伊朗，但是呢，没有想到伊朗他其实也有因应的方案，靠的是谁呢？其实就是靠他的3个他认为自己最强的盟友。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提供什么样的武器呢？包括他这边提到的说，美军部署可以帮助美军在这边部署相关的卫星资讯来协助伊朗做精准打击的判断。第2个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情报的提供之外，还有影子船队，可以让伊朗的石油避开这些封锁监控，持续的让伊朗的石油可以做出口。最后是巴基斯坦，开通了6条跟伊朗接壤的这一些陆路贸易交通，可以让他们的货物继续的运行。杨老师怎么看？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美军的长期封锁会让伊朗还可以让伊朗屈服吗？我觉得不容易，因为我想大家都了解，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从战争的一开始认为这是一个非法的战争，就美国跟以色列在
跟伊朗在进行和谈、核子协议以及浓缩铀问题的时候呢，伊朗都愿意表达退让，结果他发动斩首攻击，然后呢持续的轰炸。那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只是非法，它甚至是个侵略战争。那在战争之前，全世界除了美国，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制裁伊朗啊。那战争之后也没有跟着美国去制裁伊朗，美国也对于其他国家跟伊朗进行持续的贸易的关系也没有提出制裁，只不过是对伊朗的影子舰队的这个油啊，那开始在做封锁。所以呢，换言之，现在跟伊朗的这个互动，除了这3个国家之外，其他国家仍然大部分照战前的规模，但是呢是有减少，因为在战争期间可能不方便，当然也可能担心美国的态度啊，所以是有减少。可是3个层面，第一个军事，第2个经济，第3个外交。在军事层面，还是在战争之后有去跟伊朗互动的，其实真的应该是不多了。我个人觉得大概，最多你可以把俄罗斯放在上面，那可能大概也都是卫星或者是情报，某种程度大概有一些这种原料，也就是两用物资。中国大陆呢，战前的北斗的卫星定位，那在战后呢，其实也许还是有继续使用，但是那本来就涵盖有两用、商用的这种特性。那至于其他两用物项，像是比如说化学原料那等等之类，那这个基本上是有减少，可是并没有禁止，而美国也没有去拦截。因为你当两用物项真的变成军事武器的使用的设备或原料，那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所以在军事层面我觉得伊朗现阶段其实并没有来自于太多别的国家，也许俄罗斯。那经济层面，我觉得这3个国家都有帮助啊。中国、俄罗斯跟就是巴基斯坦，也不止他们3个国家。对。里海的其他的相关国家其实也有，伊拉克也维持的，也就是说大概维持了这种就是物流，然后呢贸易。那至于外交层面，现在这3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在协助他跟美国进行和谈。俄罗斯比较积极的在去支持伊朗自己本身的地位。那然后呢，你看到不只是这3个国家，要包含埃及、土耳其，好多国家在外交上面其实都是要去寻求他们之间的和谈。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支持了伊朗。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分就比较了解。到现在为止，伊朗其实某种程度还是要靠自己在军事上。那经济上呢，大概能够延续更长的时间。外交上，它其实已经有一点立于不败之地。当然，这个更大的关键是美国的军事行动的这种不利，所造成他自己在谈判上会这个处境比较困难。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